Hello， 大家好呀，欢迎来到齐家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现在正在分手中第8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道勋饱受单相思的煎熬，决定和智叔划清界限。智叔因为道勋态度冷淡，前去问他原因，这才知道了道勋喜欢自己。另一边，右晴因为秀婉的事处处针对英恩，还冒充秀婉给英恩发去短信。没想到英恩和在国在一起后，已经不在意过去的事情，直接将秀婉的联系方式删了个干净。在国也将女朋友是英恩的消息告诉给了妈妈。回到本章，在国的爱情走上正轨后，事业也逐渐有了起色。国际大集团 DPHP 的亚历山大会长给他发来了合作邀约，道勋跟着膨胀起来。等在国签过合约后，他就会负责 DPHP 旗下所用品牌的广告。在国打破了他的美梦， DPHP 的档期和 Mary 的重合了，而他已经答应了智叔帮他品牌进行拍摄工作，自然不能食言。道勋扬名国外的想法胎死腹中，正当他还想争取时， DPHP 的销售企划赛德来到了这里。几人谈起合作的事情，镜头来到右晴这里，他并不知道在国和赛德的事情，不过他明白 DPHP 的销售企划眼光肯定不会差，吩咐手下去探清赛德联络的品牌，将他们招揽到他的希尔斯百货商场入驻，顺便替换掉一些包括 Sono 在内的国内品牌。手下还想劝他，因为 Sono 最近的营收还可以，但是倔强的右晴却根本不听劝。很快，英恩就得知了百货公司解约的事情，设计组的大家都很气愤，公司也因此召开了会议。老高一如既往针对英恩，嘴里像塞了火药一样，提议黄代表把投入到 Sono 的资金转移到 Mary 品牌。一句话里不仅贬低了英恩，还间接夸奖了一波黄代表的女儿智叔。老高真是人如其名，拍马屁的功夫着实高。英恩见招拆招说了一大堆，黄代表却没放在心上。他表示不管英恩采取什么方法都好，最后一定要让希尔斯取消解约。领导都发话了，英恩也只能低头。离开会议室时，他遇到了满身酒味的智叔。原来智叔昨晚喝醉回到家后，没有洗澡就倒在了床上，还不小心将在国喜欢的是其他女人告诉给了黄代表。回过神的他顿感一阵头大。另一边，在国和赛德见面后，提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，如果要他合作的话，那么工作伙伴一定要是各区域最顶尖的人才。天狗道勋在中间打圆场，称在国是开玩笑的，没想到赛德竟然同意了下来，这可把道勋高兴坏了。散会后，赛德和在国单独见面，原来两人是多年前在巴黎的老相识。赛德就是当时卖照片给英恩的小伙，命运给他们开了个巨大的玩笑，他从地摊销售成为了 DPHP 集团的销售企划，而英恩则兜兜转转和在国成为了情侣。英恩为了让希尔斯百货公司取消解约，拿着 Sono 品牌上一季的销售额来找右晴。他有理有据，条理清晰地列出 Sono 品牌的优点，却仍然没能改变右晴的想法。原来右晴也是个公私不分的人，他打击英恩，衣服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，所以他不想让英恩设计的衣服出现在他的百货商场中。相对于英恩遇到的小挫折，美术的情况就更糟糕了。治疗癌症的药物都有着很强的副作用，包括且不限于脱发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，而可怜的他却没有可以分享的人，只能孤单地上网搜索和自己同一症状的人，从中获得些许安慰。在国将自己和 DPHP 合作的消息告诉给了英恩，还邀请英恩一起去巴黎进行拍摄工作，正好将赛德介绍给他认识。英恩却因为解约的事情要忙，拒绝了在国的邀请。另一边，智叔在和黄代表吃饭时提到了昨晚喝醉后说的胡话，黄代表对智叔很失望，竟然没能将在国拿下。智叔听到自己父亲说话那么难听，脾气也上来了，他希望父亲能公私分明，不要老是针对英恩。黄代表自然不可能听女儿的话，如果这次 Sono 品牌被解约，那么他一定会解散 Sono。 智叔为了让 Sono 能活下去，找上了老高，以升职诱惑他，让他帮忙和希尔斯走走关系。老高自然抵御不了这个诱惑，他主动来帮英恩。不久后，他会和希尔斯的副社长一起打高尔夫，英恩可以趁这个时候拉取对方对 Sono 的好感。时间来到晚上，小郭照顾女儿睡下后，美叔也回到了家。小郭看到后气不打一处来，他发现美叔最近很奇怪，
误以为是他投资股票亏损巨大，所以整个人才崩溃了。美术并不想和他多费口舌，既然小郭愿意这么想，那他也没意见。智叔从道勋的嘴里得知右晴因为秀婉的事在针对殷恩，气得他大骂右晴是个卑鄙小人。冷静下来后，他决定和道勋一起帮助殷恩度过此次难关。不久后，殷恩来到了高尔夫球场，准备和副社长谈谈工作的事情，没想到副社长和老高沉迷高尔夫，根本不理他。好不容易打累了，一起吃饭，还没等他提生意的事，却被副社长揩了油。殷恩很少跑业务，所以并不懂应酬的事。老高则是个人精，他看出副社长对殷恩有意思，提出让副社长送他回去。殷恩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他当着两人的面揭穿了副市长表面想谈生意，其实想睡他的丑恶嘴脸。祸不单行的是，斥责完副社长后，他接到了美术的电话。原来美术因为疾病，身体现在非常难受。殷恩急忙给小郭打去电话帮忙，没想到此刻的小郭一心只在撩徐代理上面，结果导致殷恩赶到时，美术已经不省人事。他连忙将美术送去了医院，幸好美术不久后醒了过来。得到消息的小郭也赶到了医院，时至今日，他才知道美术癌症晚期的消息。殷恩不忍心见两人痛苦流涕的样子，情绪受到感染的他离开医院，给在国打去电话。在在国面前，他终于可以放肆地将自己受的委屈发泄出来。结果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并没有拨通电话。随后在回家的路上，本应该身处巴黎的在国却在他回家的路上等他。经历过各种烦心事后，殷恩才明白在国的怀抱到底有多温暖。在国也展现出自己可靠的一面，像是哄小孩一样哄起了殷恩。两人回到家后，殷恩回想起发生在美术身上的事情，对着那幅画问起在国，路的尽头会是希望吗？在国以为他指的是他俩的感情，于是情话脱口而出：당신이 어느 길을 가든 항상 내가 있을 거니까。殷恩看着眼前优秀的男友，终于决定借用一次他的人脉。很快，在国就推荐了他和赛德见面。殷恩对自己的设计很有信心，他拿出事先制作好的宣传视频给赛德看。在国在一旁心惊胆战地等着结果。良久后，赛德放下视频，讲起了一个故事。他曾经有个摄影师助理朋友，在一个准设计师的作品集上写过一句话：总有一天，你的热情会获得回响。没错，这句话自然就是当时在国送给殷恩的，而殷恩也是借着这句话的鼓励，创造了 Sono 品牌。回到现在，在国在结束后找殷恩，见殷恩沉默不语，在国就要去找赛德麻烦。殷恩这才告诉他谈得很成功，赛德会在法国的拉法叶百货公司给 Sono 品牌提供为期2个月的快闪店，如果营收不错的话，就会设置正式店铺。在国听此替他高兴，这才放过了赛德一马。命运就像是一枚硬币，虽然身边会经常出现糟糕的事情，但温暖也会不期而至。很明显，在国就是命运给予殷恩最大的礼物。道勋和智叔得到消息后，几人来到朋友的酒馆庆祝。朋友曾经也是 The One 的市长，只是受不了被招呼来招呼去的日子，才来到这里开了酒馆。几人聊着聊着就扯到了黄代表身上，智叔将黄代表已经得知殷恩和在国关系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在国担心殷恩会因此被炒鱿鱼，智叔打断了他，正因为有着这个危险，所以殷恩一定要在拉法叶百货公司好好表现。几人在喧闹中互相碰杯。结束后，智叔拉着道勋一起回去，他一眼就看出眼前这个直男肯定没有谈过恋爱，于是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计划。既然殷恩要进军巴黎百货公司，那么让黄代表像以前那样100%支持殷恩自然是最好的。为了让黄代表放下对殷恩的仇恨，他拉着道勋来到家门口，按响门铃后直接捧着道勋的脸亲了上去。果不其然，黄代表看到后对智叔大发雷霆，智叔也借此表示自己喜欢的人是其他人，殷恩并没有和他抢男人，以此消除黄代表对殷恩的偏见。不久后，道勋指挥起自己的公关公司，为 Sono 品牌在拉法叶百货公司开设快闪店造势。结果不出意外，相关的报道获得了极高的热度，无数的目光投向了 Sono 品牌，他们再一次取得了成功。这可把右晴气坏了，他想不明白，连他们都高攀不起的 DPHP 怎么就被 Sono 捷足先登了。手下告诉他是一个叫做 Mr. J 的人在其中牵线搭桥，右晴瞬间明白是在国在帮助殷恩。今时不同往日，殷恩有了充足的底气，他主动找上右晴，让右晴不要取消解约，他们不会再在希尔斯设置店铺了。
在国妈终于没忍住出手了，她给英恩打去电话，提出要和他见一面。本章完。本章结尾处有个细节，在国妈给英恩打电话的时候，是以秀婉妈身份与英恩见面的，这对应了她不是在国真正母亲的身份。同时英恩的回答也很有趣，如果是秀婉妈的话，她是不会赴约的，不过如果是在国妈的话，她可以考虑一下。这里可以看出英恩已经彻底放下了过去的事情，想要和在国好好的在一起。不过在国妈似乎并不喜欢他，两人的感情又会遇到怎么样的困难呢？我们下章再揭晓。如果喜欢七家，那就请多多点赞和留言，并关注七家的频道，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